大家好，我是Alden。本期视频和大家详细分享 Hidari 2的使用。Hidari 2是基于魔改的 QUIC 协议，将代理流量伪装成标准的 HTTP3 流量，使用的是自有的 Brutal 永设控制算法，在网络不稳定、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设的速率的情况下，反而会根据计算的丢包率，提高发送速率进行网络补偿。不过它也有一定的缺点，因为底层是使用 QUIC 协议，而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的运营商会针对 QUIC 或者是 UDP 的流量进行限制或者屏蔽，所以你可能有些时候使用 Hidari 2比使用其他基于 TCP 的协议会慢很多，而且如果某些地区运营商限制的比较厉害的话，甚至会出现网络中断的情况。但这并不是 Hidari 2的问题，应该是国内运营商本身就会对 QUIC 限制，所以你最好根据自己的网络情况做出判断，有可能你那边没有限制，也有可能用着用着就限制都有可能。OK， 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就和大家详细的介绍 Hidari 2的使用吧。先打开官方文档。Hidari 的官方文档是写得不错的，基本上所有的配置项都写得很清楚。安装这一部分我就先不讲了，因为安装其实很简单。先大家看一下完整的服务端配置。首先前面这里有一个类型选择配置的一个说明，意思是这里有 A、B、C 三种类型，如果你选择了 A 类型的话，就会采用 A 配置，其他 B、C 配置的话就会被忽略，大概就这个意思，很好理解。首先是监听的地址和端口，如果你没有填，默认监听是3端口。TLS 配置可以配置自己的证书，也可以使用 SME 自动签发证书，但是你只能选择其一。SME 需要填写自己的域名、邮箱。CA 机构可以选择 Let's Encrypt 和 Zero SSL， 这两个开关意思是否禁用 HTTP 验证或者是 TLS 验证。下面这两个设置备用端口，默认会使用80和43端口签发证书，如果被占用就可以设置备用端口。最后是配置账号以及证书的保存目录。下面是混淆，当你的网络被屏蔽 QUIC 或者是 HTTP3 流量的时候，但普通 UDP 流量允许访问，就可以设置混淆。注意设置混淆与 QUIC 是不兼容的。接下来是 QUIC 参数，前面两个参数是设置流接收窗口的大小。流接收窗口是指数据流能够接收未处理的数据大小，是用于做流量控制的。如果你的服务器性能比较好，速度和延迟都不错，也可以尝试设置更高的值，提高性能。反之，如果你的服务器性能一般，网络也不好，容易丢包，那最好就不要改，甚至可以尝试降低，否则丢包数据还得重发。接下来两个参数是连接接收窗口大小设置。连接接收窗口是指 QUIC 连接所有数据流接收窗口的总和，可以理解为控制的是整体可以接收的流量大小，而流接收窗口是控制单个数据流。官方建议它们的设置比是2:5。这个是最大的空写超时时间，超时会关闭连接。这个是最大并发传入流的数量，意思是单个连接最大的数据流数量，简单理解就是多路复用的数据流数量。最后这个参数的意思是否禁用 MTU 探测，一般情况都不会禁用。接下来是带宽设置，目的是限制服务器对客户端的最大速率，这里的 up 对应客户端的 down 对应客户端的 up， 不填或者填写零代表没有限制。下面这个开关用于忽略客户端的带宽设置，如果打开，服务端就只会使用 BBR 发送数据，而不会使用 Brutal。这里的带宽行为我大概解释一下，目前 Hidari 2有2种永设控制算法， BBR 以及自有的 Brutal。如果设置了忽略客户端带宽，那么只会使用 BBR。如果客户端设置了 up 带宽值，那么客户端会使用 Brutal 上传数据。因为客户端没有设置down值，所以服务端会使用 BBR 向客户端发送数据。但是如果客户端都设置了，那么就会双向使用 Brutal。客户端都不设置，就双向都会使用 BBR。下面的开关意思是否禁用 UDP 转发，如果禁用就只是随 TCP 转发，转发的功能其实用的不多，有一个实用场景就是可以让客户端穿透到服务端的内网环境。下面这个设置是 UDP 空闲的超时时间。接下来是验证部分，这里有4种验证方式，第一种是最简单的密码，第二种是用户名与密码，这种应该是用的最多的，第三种是 HTTP 比较麻烦，
还得自己开发一个 Web 端点。客户端建立连接的时候，会发送一个带有 JSON 的 POST 请求，包含客户端的地址端口、密码以及服务端的发送速率。然后端点要按照这里的数据结构响应 JSON。第4种是命令验证，也是比较麻烦的，要写一个脚本，同样会接收3个参数，要将用户名输出到标准输出流中，如果允许连接，返回退出代码0，否则返回非0。大概是这个样子。一口输出用户名，然后退出代码返回0，就代表是验证通过了。虽然第3种、第4种验证比较麻烦，但是它带来是灵活性，应该比较适合机场组。接下来是 DNS 服务器，类型有4种，分别是 TCP、UDP、DOT 以及 DOH。省略的话就会使用系统默认的 DNS 服务器。接下来是 ACL 访问控制列表，一般是要配合出站使用的，可以用于屏蔽网站或者设置不同的出站，实现分流落地解锁流媒体。具体的规则可以查看 ACL 文档，很简单，我这里就不解释了。ACL 支持文件或者是内联配置，但只能选择其一。格式像这样子，前面是出站名，里面就是具体的规则。这里的 reject 其实是内置的出站，内置的出站有3个，分别是 delete 直连、reject 拒绝，还有 default 默认。默认其实就是 delete。这里2个 GEO 数据库配置代表使用自定义的配置，如果没有配置有规则的情况下会自动下载。接下来看一下出站，目前支持3种出站类型，分别是 Delete、Source 5以及 HTTP。配置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也很简单。如果没有配置 ACL 规则，那么只会使用第1个出站。下面的是 Delete 出站的其他配置，作用是配置 IPv4 和 IP6 的优先级，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接下来是流量统计 API， 可以查看用户的流量信息以及剔除用户。目前就这2个端点，配置监听的端口以及密钥，密钥是要放在头部里面的。最后看一下伪装，伪装是比较重要的配置，它会将代理流量伪装成 HTTP3 流量，有几种模式 ：File 静态文件服务器、Process 反向代理以及 String 返回固定字符串。最常用的是 Process 反向代理了，还可以添加这3个参数：监听 TCP 的80和443端口，以及将80重定向到443。OK， 服务端的全部配置基本上都讲完了，接下来看一下客户端的配置。首先是配置服务器的地址，有2种方式，第一种是填域名或者是 IP， 第2种是 URI。URI 包括了密码，所以如果使用 URI， 下面就不用配置密码了。如果是用户名密码类型，格式就是用户名冒号密码。下面是 TLS 的配置，首先填写自己的域名，是否允许不安全。这个参数是验证服务器的证书指纹。CA 是指定自定义的 CA 证书。接下来是传输层，目前只支持 UDP 类型。下面这个配置是端口跳跃的间隔时间。端口跳跃是当 UDP 连接限速或者是阻断的时候，可以尝试配置端口跳跃，需要服务端配置将指定端口转发到443，然后客户端可以指定多端口的地址格式。这里配置30秒的话，意思就是30秒就会切换端口，端口切换的过程中是不会中断连接的。下面是混淆的配置，要与服务端保持一致，如果服务端没有配置，这里也不需要配置。QUIC 参数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这里多了一个参数，心跳数据包的发送间隔时间，用于保持连接的。带宽这里要注意，这里必须要填写正确，一般情况下填写你带宽的理论最大速度，如果你配置错了，有可能会浪费带宽或者是使得网速变慢。这里的实际速率取客户端与服务端的最小值，也就是客户端的 up， 服务端的 down， 反之也是一样。下面是快速打开的开关 ，Lazy 是懒加载模式，这个设置为 True 或者是 False 都无所谓。最后面的是代理模式的配置，必须指定一个，支持 Source 5、HTTP 以及 TCP 转发和 UDP 转发。最后面这3个是 T-Proxy 和 Redirect， 用于实现透明代理的。OK， 那客户端的配置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所有配置都理解清楚之后，使用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接下来先来安装服务端。官方已经提供了很多种不同的安装方法，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安装方式。服务端我就用一键脚本来安装，把这命令拷贝下来，连接到 VPS 服务器，粘贴回测运行。OK， 已经安装成功了。这是它的配置文件目录，它这里提供了一个默认的配置文件，查看一下启动状态。接下来组装自己的配置文件。首先是监听端口，证书我就用 TLS 来指定自己的证书。带宽这里填自己服务器的带宽就可以了。我就用用户名密码的形式，指定 DNS， ACL， 包班我这里不需要指定了。流量统计，这里改一下端口。最后就是伪装了，这里就反向代理，改一下这个网址。OK， 这样子基本上就已经配置完了，把它拷贝下来，进入到配置目录，编辑一下配置文件，把它替换进去。我们还需要修改一下这个证书的文件，我这里是有证书的。OK， 保存退出。现在我们就可以启动一下了。启动之后，我们查看一下启动状态。可以看到这里事实上有一个报错，我们再来检查一下。这里多了一个空格，然后保存退出，重启一下，再来查看一下状态。OK， 可以看到现在是已经运行成功了，监听了一个19999的一个流量检查的一个端口，还有44380端口。OK， 服务端就已经配置完了。接下来我们下载客户端和配置客户端。
下载很简单，你只需要选择自己操作系统所对应的一个可执行文件就可以了，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之后，我们新建一个目录，把它移动到目录里面。我们还需要提供一个可执行的一个权限。这里还需要配置一个权限。OK， 已经可以执行了。那接下来我们新建一个配置文件。我们组装一下客户端的配置文件。密码我这里就不用填了，因为我这里是用 URI 的方式。很小，这里要跟服务端保持一致。带宽的话，你这里设置为自己家用的带宽的一个大小就可以了。我这里就设置500兆。其实你要跟你服务端的一个端口那个带宽要匹配，因为它会取一个最小值的。就是说，如果你服务端带宽只有300兆的话，那你这里设置500，那最终还是300。因为我刚才这里是设了500的。我家用带宽是1000兆，那你只需要设置跟服务端一个大小就可以了。这个我把它设为 false。然后接下来设置这个代理服务器，用户名密码我这里都不需要，还有 HTTP。改一下端口，同样不需要用户名密码。那这样子基本上已经配置完了，把它保存下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启动客户端了。先来查看一下帮助。启动客户端，我们需要指定为客户端模式，然后干 C 参数指定配置文件的一个路径。OK， 已经启动成功了。Source 5是监听1080端口 ，HTTP 是监听1081端口。现在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下我们主机的这个代理设置了。再来查看一下网络是不是能够访问。OK， 保存应用。接下来我们访问一下谷歌，可以看到是能正常访问的 ，IP 也是我服务器的 IP， 因为日志级别是 info， 所以它这里没有日志输出。接下来我们访问一下百度，可以看到百度是无法访问的，因为我们服务端的配置禁止了国内的网站访问，它这里就有输出的错误日志了。我们看一下服务端的日志。可以看到我这里 ACL 是配置了禁止国内的域名来访问的，所以我这里是没办法请求。如果我把它改了的话，就可以访问了。给大家看一下吧，把它删除，再来重启一下。
刷新一下。这里我们还需要重启一下客户端。OK， 刷新一下，可以看到现在就都能够访问了。查看一下 IP。IP 也是我服务器的 IP。接下来测试一下网速。我这台 VPS 服务器正常应该是能跑到200-300兆的。可以看到我现在跑的网速只能在70-80范围左右，远远是没有达到我服务器的一个上限的。就有可能是运营商已经对 QUIC 流量或是 UDP 流量做了一个限速了。只测了我85兆的一个下载速度。接下来我们配置混淆以及这个端口跳跃，看能不能改善这个网络的问题。回到服务端，编辑一下配置文件。这里密码你可以改一下，我这里就不修改了。然后保存退出。端口跳跃这里，我们服务端只需要修改这个增加这个 IP table 的一个端口转发。这里需要查看一下你服务器的网口，我这里是 ETH0 的，如果你是其他网口的话，你需要修改一下。这里我就用8000端口和到9000端口之间吧，转发到这个443端口，然后执行一下，重启一下服务端。OK， 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客户端同样需要配置这个混淆。可以看到我这里没有配置混淆的话，就已经没办法访问了。再来重启一下客户端，刷新一下 ，OK， 现在就又能够访问了。我们还需要改一个地方，端口跳跃这里需要指定这端口，编辑一下。这里我们首先是443端口，然后指定8000到9000 ，OK， 再来重启一下客户端，刷新一下看网络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网速。可以看到依然是没有改善的，基本上就是在70-80这个范围左右。只测出了73兆的一个带宽。接下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TCP 转发。TCP 转发可以让你穿透到服务器的内网，把配置拷贝下来，编辑一下客户端的配置文件。这里可以配置转发多个端口，上面这个 listen 的话就代表监听本地的端口，我这里就改为8080。然后远程主机的话，我们填一下服务器的端口。我们刚才是监听了一个19990的一个端口，用于就是检查这个用户的流量这个端点，我们就用这个端口给大家演示。修改完成之后保存退出，重新启动一下。
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访问一下本地的8080端口，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个未授权的。我用 API 工具给大家再来测试一下，需要添加个图布，查看一下密钥，把密钥拷贝下来，我们现在就可以请求一下了。我们需要查看一下它的端点，这里有个获取流量的端点，我们需要把它粘贴过来，然后再请求一下，现在就能获取到用户的一个流量统计信息了。OK， 如果我们要踢出用户也是很简单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服务器部署其他 TCP 协议节点的实际网速。先停止服务，我这里就运行一下 Syncbot 的程序。OK， 我们再来跑一下测速。可以看到，如果是其他 TCP 协议的节点，我的服务器是能跑到300多兆的网速的，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我这边的运营商对 QUIC 流量以及 UDP 流量是有做 QoS 限流的。OK， 那今天要分享内容已经全部讲完了。如果你部署 Hidari 2之后，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测试结果。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